装菜的塑料袋放进冰箱，就等于是慢性自杀？实验告诉你答案。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谁家冰箱里没有几个塑料袋装的剩菜剩饭？买回来的青菜、肉类，很多人图省事，直接往塑料袋里一塞就丢进冰箱冷藏室，有的甚至连袋子都不换，连着超市给的袋子一起放进去。大家心里都觉得冰箱温度低，细菌不容易繁殖，塑料袋包着也挺干净，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最近这2年，网上突然疯传一种说法，说塑料袋放进冰箱会释放有毒化学物质，长期吃塑料袋装过的食物等于慢性自杀。这话一传开，不少人开始慌了，家里冰箱打开一看，里里外外全是塑料袋，扔了可惜，吃又不敢吃，到底该怎么办？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塑料袋在冰箱里真的会变成毒物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最近才有人提出来的，早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列为2B 类可能致癌物，而这种物质恰恰是某些塑料袋中最常见的添加剂。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纷纷开始对市面上的食品用塑料袋进行抽查。2019年到2023年这5年间，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品相关产品抽检结果中，就有超过120批次的塑料袋因总迁移量超标被判定不合格。问题就出在这里，不是所有塑料袋都一样，用错了材质，确实可能有健康风险。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市面上最常见的2种塑料袋材质。第一种叫 PE， 也就是聚乙烯，这是目前国家允许直接接触食品的塑料袋材质，耐温范围在零下70摄氏度到110摄氏度之间，熔点大约在110摄氏度到130摄氏度。咱们家用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一般设定在0摄氏度到4摄氏度，冷冻室在零下18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远远低于 PE 的分解温度，所以 PE 材质的塑料袋放进冰箱，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安全的，不会释放任何有害物质。第二种叫 PVC， 也就是聚氯乙烯，这种材质本身就不建议直接接触食品，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大量的增速剂，最常见的就是邻苯二甲酸酯。PVC 的软化温度只有70摄氏度到80摄氏度，虽然冰箱温度低，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用 PVC 袋装的是含油脂的食物，油脂会加速增速剂向食物迁移。2022年，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专门做了一项对照实验，他们从首尔、釜山、大邱3个城市的超市和菜市场采集了30种常见的食品用塑料袋，统一在4摄氏度冷藏条件下放置72小时，然后检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结果非常明确， PE 材质的18款塑料袋全部未检出任何有害物质迁移，而 PVC 材质的12款塑料袋中有8款检出了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检出率高达 67%， 其中迁移量最高的一款达到了每千克 0.85 毫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根据欧盟食品接触材料法规 Regulation EU No 102011的规定，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特定迁移限量是每千克 0.3 毫克，也就是说这款 PVC 袋的迁移量超标了将近3倍。除了材质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完全忽略了，就是彩色塑料袋。2021年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做过一次大规模比较试验，他们购买了50款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用塑料袋，其中透明袋25款，彩色袋25款，同样在4摄氏度条件下浸泡24小时后检测总迁移量。结果显示，彩色塑料袋的总迁移量平均比透明袋高出 42%， 部分红色和黄色塑料袋的迁移量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 GB96852016 规定的限值。原因很简单，彩色塑料袋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更多的色母粒和各种助剂，这些添加剂在低温环境下同样会向食物迁移，尤其是接触油脂类食物时，迁移速度会明显加快。所以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塑料袋能不能放冰箱，而是你用的到底是哪一种袋子。记住一个最简单的辨别方法，翻过来看袋子底部的标识， PE 是安全的， PVC 一定要避开，带颜色的尽量不要接触肉类和油脂类食物。小米认为
与其被网上那些恐慌性的标题吓得不敢用塑料袋，不如花3秒钟学会看袋子上的材质标识。PE 袋放心用， PVC 袋果断扔掉，彩色袋少接触油脂。记住一句话，不是所有塑料袋都一样危险。选对材质，冰箱里的塑料袋根本不是什么慢性自杀。真正该担心的是，你从来没看过袋子上写的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觉得小敏说的对不对呢？如果你也喜欢小敏的节目，点赞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精彩节目了。